我叫骆明水，我今年是88岁，刚进入学校，那个老师问我什么名，我就说我是骆番薯，罗安之了。他说哪有这样的名？我说我父亲给我起的嘛。他说不然我给你改骆明水好吗？我说好。一开始我不懂他88岁，我就想着哇，我的志工年龄这么大，我会有点担心。刚好下大雨，那急走回家，那路滑一跌下去，自己就知道说站不起来了，完蛋了。我爸爸是5点多他就起身了，然后起身呢，他就会礼佛，练了这个经啊，心情好像很愉快一样啊，那就习惯性就这样练差不多20年这样。礼佛，然后他就会弄自己一个简单的早餐，然后呢，他就会打车去到玉郎。其实做义工的话，他是不需要这样早，但是他是说我要准时8点半，他是把去慈济做这个工作当成是一个责任。我每天有个地方场所去了，感觉我今天还可以再多去服务多一天，我很高兴。88岁的骆明水每周3天都会从家冷的住家搭公共交通到玉郎，90分钟的路程，不论晴天雨天，就为了来到这家慈济日间康复中心服务。他对工作的认真丝毫不逊于全职员工。我在这里做工已经有3年多了，然后那时候进来的时候已经认识了明水师兄。我们每一天上班的时间都是8点半，明水师兄也是跟我一样，差不多一样时间，8点半就到了，他好早。然后进来之后把书包放下来，他就去每一间房间都去看床有没有好啊，然后去抹一抹我的床，消毒，然后每一张床都会有放枕头，然后就看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然后就去量血压的那边啊，帮忙他量血压，然后带他去诊室给医生治疗。他们要做这个治疗的时候，他就会叫我晚上去帮忙，或者是拉筋啊，打破病人啊，避免他们跌倒，或者是我们需要一些好像要举手的运动啊，他都会帮我们举手，做得来啊，他都 OK。因为我们就跟他说要压哪里该压，要看哪里一个点，他就会去 focus 在这些地方。当然是会担心啊，不过犯错的几率非常少，因为他们有给我们很好的培训。一开始我不懂他88岁，我以为可能他70多岁，我就想说哇，我的志工年龄这么大，我会有点担心说，能不能帮到我来看物理治疗这样。可是我觉得，过后就觉得慢慢觉得，他可以帮到我很多，然后我也觉得他在我很舒服，感觉有安全感。转身看师兄那边。骆明水在68岁从原本的工作退休，却不像一般人那样安享晚年，而是投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工作。以前我爸爸有教过巴士，然后也有教过那些大辆的那个绞泥机，后来他就去驾德士，然后过后就退休了。骆明水小时候只上过几年小学，大部分知识都是靠自修得来。开始说他是完全英文是不会的，他就是从自己买书本，然后自己在房间里面慢慢读，慢慢认识字，慢慢一个字一个字去读，自己听写，自己写，这样来累积出你不识字，你很多东西你不能够做，所以他了解到这一点，所以他会自己很积极的去让自己能够更好一点哦。骆明水退休后，依旧保持着这份求知的热忱，去报读中医课程。不过，他没有相关学历符合入学要求，最后转而学习推拿和中医助理课程。退休以后，我就去读证书，就4年半。当时我考到了一个中药的配药师，那加入了慈济，那就可以在慈济里面做配药师。他之前是在中医师那边帮忙负责配药，可是可能那时候我们的政府收紧了我们中医师的那些规则，所以变成我明水师兄他就不能继续他的那个中医师的助理。虽然他有去进修一些课程，可是因为政府管制太严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继续。
其实他对中药跟医学的方面什么都没有接触过，没有这个知识。可是他退休过后，他还有那个毅力去做中医师的助理，所以觉得哇，这个很厉害。这个老人家精神真的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就算是年轻人也不一定会有讲说哦，没有做过我还可以去做这些志工的东西。骆明水自2008年就开始在慈济服务，当时他71岁。即使在2020年他83岁时无法继续当中医药剂师，他还是没有退休的念头，继续在其他工作岗位贡献。直到去年底，一个意外才让他不得不停下脚步。2023年12月中，我爸爸摔倒，因为他是星期天，我的小的弟弟要回来家里吃饭，所以我的爸爸就冒雨去巴萨要买鱼。刚好下大雨，那急走回家，那怒火啊，一跌下去，自己就知道说站不起来了。当我赶到巴萨去找他的时候，他也不会喊啊叫啊，什么都没有，他就是很镇定。骆明水的大腿不幸骨折，不得不动手术。卧床休养期间，他第一次体会到生活无法自理。我就那个时候就好像有一些迹象啊，说可能精神完蛋了，因为不能够动连穿裤都不可以穿不能够自理，很辛苦。开始心情就有一点点低落，因为就是有一种挫折感，而且他会担心说，我还能不能够去做义工？这个是其实他最担心的东西。明水师兄就很想要回来，所以我们上他家就是看他的行动力好不好啊，有什么运动可以给到他。刚好有些师姐们那个物理师到我家来给我加这鼓励后来就他们的指导之下，跟他们的鼓励之下提起勇气忍痛一直念，心里一定说我一定要好，我一定要回去。我觉得这个是他最大的动力，就是我又可以回去做我的义工了。感觉就是好像重生这样，很开心。既然我已经经过这个东西我在了解一些病痛的苦难以前我们在那边帮助人家，只是自己没有痛过。现在我知道什么痛是什么，我会更加的鼓励他们要怎么样去坚持。88，哎呦，看不出嘞，真的看不出。我以为还没有80，没有看过88岁还来做义工嘞，真的嘞。我中风的朋友介绍我来这边的人真的很好，每一个跟我做的都很好，那个人就帮忙很多。他这样年纪这样大，80多岁了，这样我要学他都不可以的，是我的偶像持续工作让骆明水找到生活的意义，对身边的伙伴们也有一份归属感。而他对待生活总是那么积极正面，也感染了身边比他年轻的家人朋友。我非常骄傲，我有一位这样的爸爸。他要把自己的健康先做好，所以旁边的人不用这样操心。第二，他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他可以去帮忙人家。然后第三，也是一个好榜样，给跟他同样年龄或者是比他年轻的老人家说，哇，我们也可以这样，也是可以这样积极，也可以这样好的身体，那我们也可以去帮忙别人。人生在世就是很短促能够活一天就是我们的福气我们人一活就要动，但是你动你还可以会比较轻。不会那么快的衰老找你喜欢的东西去做那你也做得开心，那你就有动力，就有活力，那么你也会活得比较自在一点